双 J 导管或是双丁型管，顾名思义是两头弯曲的导管，输尿管导管的一种。弯曲的部分，一头勾在肾脏，一头勾在膀胱，可以确保肾脏到膀胱尿液的畅通。如果肾脏到膀胱的道路不通，我们有体内引流与体外引流两种选择。在道路封闭的情形下，经皮肾造瘘管就像直升机，先把居民载走；而输尿管导管就像一座临时的桥梁，可以暂时或永久地维持肾脏到膀胱的道路畅通。输尿管导管除了可以打通阻塞的输尿管以外，也可以作为其他手术前后的辅助治疗。输尿管外伤或重建手术后的支架与引流管，以及对上泌尿道灌注化疗药物或显影剂的通道。如果孕妇有肾盂肾炎，可以先置放双 J 导管，每4到6周更换一次，直到产后再处理结石或其他造成阻塞的问题。除了在尿路阻塞造成肾水肿的情形打通输尿管以外，置放输尿管导管也可以作为其他手术的辅助治疗。体外震波碎石术，如果结石太大，医师可能会在治疗前先放双 J 导管，而一般非复杂性的输尿管镜碎石以及经皮穿肾取石手术，不需要常规放置双 J 导管。但是在输尿管或肾盂受损、穿孔造成尿液外渗、结石碎片太大、出血、有尿路感染，或是病患是孕妇的情形，会进行双 J 导管置放。如果输尿管镜取石失败，先置放双 J 导管1到2周，可以帮助再次手术的顺利进行。接受软式输尿管镜手术前，也可以先置放双 J 导管1周，扩张输尿管，让输尿管导管鞘顺利置放。在输尿管外伤或输尿管重建吻合手术后，双 J 导管也有作为组织愈合的鹰架，以及分流尿液避开手术区的作用。例如，在肾移植手术后，置放导管可以避免后续并发症的产生。在泌尿、妇产、大肠等骨盆腔手术前，置放输尿管导管，虽然无法预防输尿管伤害，但是在输尿管损伤后较容易发现与修补。有上泌尿道的恶性肿瘤，也可以经由输尿管导管或经皮肾造瘘管灌注化疗药物。在局部、半身或全身麻醉下，病患维持结石摆位，用膀胱镜或输尿管镜将导线放到肾脏。医师会根据患者的身高估计输尿管的长度，选择导管。接着将输尿管导管推至定点后，移除导线。双 J 导管的两头会自己勾起来。输尿管导管除了可以逆行性的从膀胱放到肾脏以外，也可以顺行性的由肾脏放入膀胱，或是由输尿管断端向两头插入。输尿管支架有什么并发症呢？根据大型研究，78%的人有泌尿道症状，常见的有血尿、频尿、急尿、膀胱或腰部疼痛。80%的人觉得疼痛造成日常活动受限，30%的人觉得性功能受影响，超过1半的人工作能力下降。根据大型随机分派研究显示，导管长度与粗细和腰部疼痛以及泌尿道症状没有相关。血尿可以试着多喝水稀释尿液，不必马上跑急诊。其他泌尿道症状可以用药物控制。如果无法忍受，可以和医师讨论是否提早移除导管。导管移位，有1%到8%的病患发生导管向膀胱滑脱的情形，可能会直接移除或是重新置放。尿路感染，长期置放输尿管支架一定会有细菌移生，这时尿液检查报告会有脓尿的情形，但是有尿路感染的症状才需要治疗。导管结石，导管置放越久，结石的机会越高。严重的结石就像一般泌尿道结石，可能会需要体外震波、输尿管镜、经皮穿肾取石手术，甚至需要分阶段手术取出。预防的方法就是准时移除或更换导管，不要忘记自己体内有导管存在。既然副作用这么多，能不能不要放双 J 型管呢？由术后是否肾积水与是否置放双 J 导管可以画出4个象限。术前沟通与术后风险承担是否置放双 J 导管的关键。